鬼故事拍了2.3个亿嘛，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人性化了。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啊，这个东西会这么火了。故宫是不收藏现代人做的东西的，但是他认为这个鬼故事往这个水平能够体现这个的，他就收藏了一个。这个地方也叫三宝的，他就开采三宝矿。1979年，那个时候在陶瓷馆工作，有个日本人呢送了我们陶瓷馆一套书《陶瓷大系》，这套书里面就有原兴花这一本。哎呦，震惊了！我们祖先有这么漂亮的东西，怎么我们都不知道？当时我们国家没有明确的把它从明星花里面分离出来，就把它定做一个课题来研究，就这样开始了。送书之前，我们自己也到古窑址上去捡过不少原兴花石片，跟明星花、跟清朝的青花、跟现代的青花都不一样啊，又大又厚，画风随意放开嘛。当时大家都不认得原兴花。写的是明代的时期，好像有很多钱的，姚继牙是讲了一个要1000块钱，就这样把这个瓶子买来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件我们接触到过真正的原兴花。当时我这馆藏库天天捧着它看，成了镇馆之宝。但是危险的是，办成一些大。当时陶瓷馆单位上搞这些仿制原兴花一个小组啊，这些人都是学美术的，我是学青花的了。我们天天都吃的很简单，一天到晚就钻在配房里面。虽然是初级阶段，在大陆还是第一次出现仿制的原兴花，那个时候靠外贸出口嘛，日本人就很喜欢，全部要。元代这些造型啊，都是非常了不起啊！陶瓷馆也做了一些胚，但是那个做出来都不太像。拉胚、立胚，用清代的办法来做元代的瓷器，这样做出来的瓷器啊，光溜溜的，味道好像是不对呀。后来那个老师傅就跟我们说，原来这些瓷器都是印胚的办法来印的，用模具。它这个外面痕迹都不是很光滑的。原兴花料啊，它黑里面带蓝色，层次就多了，纯粹是很鲜艳的蓝，都不好看的。到现在我还在研究这个料的来源。最近呢，云南有个小伙子，他就不遗余力的去找这些矿。然后给我搞试验，画龙都是从坯子开始画起的，从后面画起才古怪的。元代的人很自由，随心所至，那个画艺都太好。明代官窑统一了，他就要求一样画葫芦，画艺就失去了。元代的龙既凶猛又很苗条，明代的龙就很笨呢。三宝出的一种矿啊，这种原料含钠比较多，含钠多的原料都可以做釉。这个很方便，就在前面我们大概7、8公里一个地方。原兴花厚薄也不匀的，我们就在故宫看那个雕花罐，有的地方厚一点，有的地方很薄很薄，
看出来是焦釉的，也跟他学习他了，也用焦釉办法，行了。非典那一年呢，我就一个人拿了窝棚碗盏，带了木子、泥巴，一起跑到这个安徽祁门一个叫岳康的地方，那里还有一个柴窑在烧。我一个人呢，到那里搞了1年，我就摸索到这个柴窑，哦，这个烧原性化不行的，就用这个气窑烧得很好，要慢慢烧，低温。从历史上的推敲，当时文人不受到重视，他们只有到瓷厂里面来画这个。你像鬼谷子啊、追韩信啊，我画过来以后就感觉得到，这似乎是一个人画的东西，造型能力很强。你想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名字啊，我们坐在地毯上捧着那个瓶子看，哎呀，欣赏了一通。那个当官那就是当官的像，普通老百姓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相貌。扫骨划船那个桨中间都还画了卷草。元代也就是89年的光阴，人性花几十年光阴就飞速进步，取得这么多成就。学校毕业以后，在为民市场，在一个车间里面认识的。99年自己做作坊以后，他慢慢掺和进来，做一些陶泥啦。他在外面闯荡了不少年了，终究还是回到景德镇来的。我女儿她理解这些原性花和元素来装饰现代的东西，古为今用嘛。50斤，那就是50斤。50斤吧。差不多。一家人做这个事好啊，大家都有共同语言呢。反正每一样小事都投了很多的精力去，所以我们也不敢请人。稍微放长一点。后来我媳妇进门来了，也喜欢上这个了，都一家人很痛快，就是围绕这一件。前一阵子有一件这样的笔筒是画鱼藻纹的，手头的笔很细，就达不到那种效果。虽然是烧得好，不能卖，本来都人家已经定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给他再画一个吧。毕竟这个瓷器比我们命还是长，对吧？我们不在，瓷器还在。一搞40年，一辈子站在这里面也很有乐趣。到现在还是摸索里面乐趣无穷啊。